彝族最盛大的节日有2个，一个呢是彝历新年，另外一个呀就是火把节了。Hello， 我是想要吃遍全球的山妮儿，这里是我的世界餐桌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川省凉山的普格县，这里呢是火把节的发源地之一。在火把节期间，彝族的女主人会把家里最好的食材拿出来，招待这一年中对他们最有帮助的亲戚啊和朋友。这次我们来普格就是为了要体验当地的火把节，更重要的任务是要来体验火把节的美食盛宴。我呢刚好认识这么一群特别热情好客的彝族朋友，他们准备了一大桌非常丰盛的彝族火把节盛宴，跟我一起去体验吧，走。哎，大家看，这位彝族阿妈她正在烤猪的小肠，刚才已经烤出来了一盘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已经烤成这个样子了。大家猜一下，这些小肠和猪肉、猪蹄儿是来做什么用的？它不是用来吃烧烤的哟，它要放在汤里，要煮一个当地彝族的猪杂汤，对吧？对，请问这现在可以吃吗？可以吃，可以吃。那我直接啃了，哇！因为彝族这边它那个黑猪肉食材特别的好，就真的烤完了以后就撒点盐就可以吃了。哎，我第一次吃，第一次这样吃猪肉。大家看，虽然外面烤的比较焦，但是里面的肉，真的特别的嫩，而且外边的皮是脆脆的。好吃！讲讲，我们现在就在火把宴的现场，这些都是我的在大凉山的朋友。这个是春福 ，Hello， 然后这个是曲木 ，Hello。今天他们就要给我来一场最正宗的彝族火把节美食大餐。这个就是在大凉山最出名的一道菜，叫坨坨肉。为什么叫坨坨肉呢？就是因为它切的一大坨一大坨的，像拳头一样大小。给大家比一下啊，是不是？我们的这个坨坨肉，首先我们采用的是我们山上的那种纯正的跑山猪，黑猪肉。必须得是小黑猪，在15公斤到20公斤之间的这种小猪才能做得成。用最朴实的材料做最美味的东西。对，一共就煮30分钟，它刚刚断生就给它捞出来，要吃最新鲜的口感。对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就是坨坨肉了。跑山猪是菲尔芬的。怎么样？好好吃啊！对，就是它这个肥肉，它是很糯的那种口感，对，不会腻的，它不会腻，它真的不腻，而且这个肉皮很薄，肉是很嫩的，但是是有嚼劲儿的嫩，它不是那种软烂的嫩，所以在煮坨坨肉的时候，火候非常的讲究。其实据我了解，只要是切的大块大坨的这个肉都叫坨坨肉，比如说坨坨羊肉、坨坨猪肉、坨坨鸡肉都是可以的。所以我们先吃了坨坨猪肉，然后现在要吃坨坨羊肉了，都是白水煮，对，原汁原味儿。我专门挑了一块带皮的啊。
这个对我来说有点硬。哎，我刚才还在想，因为猪肉我选了一个带皮的嘛，特别好吃。我说羊肉我也选一个带皮的吧，结果第一口没有咬动，非常尴尬。刚才那个小妹说，这种带皮的就不是很好咬的羊肉，是他们平时吹牛的时候、聊天的时候，啊，就是啃半天也啃不动多少，就是嗦了着吃。对，曲木，你帮我挑一块吧。啊，你帮我挑一块最好吃的，能让我咬得动的。这个差不多。哎，果然是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，还是要有部位讲究的。首先是排骨的地方，羊排的地方哈。对，然后大家如果分不太清的话，就找肉多的，不要找那个皮多的。不错不错。我们彝族啊，讲究的是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。大口吃肉的感觉确实是很爽，但是如果我觉得肉吃多了以后特别容易上火，那怎么办呀？那我就强烈的推荐你，尝一下这个汤。这个野菜汤可是只有海拔3000米以上，我们落基山才有的。它的那个彝音叫彝窝，它是清火的，它味道会微苦。它可能不是微苦啊，它真的是挺苦的。如果是1到10的话，我觉得我可以给它的苦度打到6或者7。刚才盯了一个食物盯了很久了，我特别想尝尝它的味道，因为它长得特别像蛋糕，也有点像披萨。这个就是我们彝族像彝族蛋糕一样的。哇，对，大家快看，我们叫它乔巴。乔巴巴。对，乔巴巴。它是用荞麦面做的吗？对，它就是那个苦荞面做的，什么都不添加的。这个就是最原始的味道了。第一口吃到嘴里的时候，它是微微的苦的，对，越嚼越觉得好像后味有点甜，就是那个甜味从舌根涌向舌尖的那个感觉。现在都是大酿出菌子的季节，对，所以你可以尝一下我们的这个鸡枞菌，这2天出来的鸡枞菌也叫火把鸡枞。我觉得特别贴切这个名字，因为它鸡枞菌长得就像小伞一样，小火把一样。对，刚好又在我们火把节期间，所以我们叫它火把鸡枞。非常非常鲜，而且大家看它这个汤啊，炒出来都是奶白色的汤。对，里面其实也就放了大蒜，然后放了青椒。对，这一道菜我太喜欢了。行，来多吃一点。蒜片还是脆的，火候非常好。咱们彝族不只是这个菜品丰富，也是个能够善良的民族。我们今天欢迎你的到来，我们唱一首欢迎你的歌，可以吗？好啊，谢谢。彝族美食就像这里的人一样，简单、直接、淳朴、豪爽。他们是火的民族，用火烤的食物和火一样的热情，把你的心和胃都照亮。彝语里没有再见这个词儿，也不说下次见，他们只说慢慢走。他们把最美好的食物和祝福送给你，在心中坚信你一定会回来，你们一定会再次相见。我是想要带你吃遍全球的山妮儿，这里是我的世界餐桌，记得1键3连哦。子墨干妮，咱们凉山再见。